一搜寻举重腰带，你就会发现有一条99的，也有一条9000的。那它们是差在哪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六。这支影片我会用最好理解的方式来分享什么人、什么状况需要举重腰带，如何正确的使用举重腰带，还有适合新手的举重腰带挑选跟推荐哦。好啦，首先什么人需要举重腰带？当然就是有在做重量训练的人。如果你只是习惯做徒手训练、瑜伽或是跑步机，那就没有必要因为戴起来很专业或者是什么牌子最近出了很可爱的颜色而买哦。然后网络上有的人会说，举的重量不重就不用戴举重腰带，尤其是初学女生，举得这么轻根本就是装饰品。拜托，这是什么歧视吗？女生也需要保护腰部，也需要训练核心啊。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举重腰带的功能，你就会知道自己需不需要了。如果你的健身课表里面有杠铃深蹲、硬举、肩推、卧推，或者是你举重的时候核心不稳定，容易产生过度的晃动，那你可能就需要一条举重腰带。健身腰带的作用不仅是一个保护我们腰椎不受伤的护具，它同时还是一个训练工具，可以训练核心肌群发力跟呼吸方式。当我们把举重腰带绑在腰间，就是在肚子上绑了一个硬壳，让核心肌群在运动中有一个东西可以用力推，训练核心肌群，让核心肌群去对抗腰带。因为我们的肌肉只要遇到阻力的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力量，然后也让我们整圈的核心肌群可以更容易的维持在用力的状态。腰带也可以让我们呼吸，把腹腔变成一颗气球，帮助我们吸气之后 hold 住，产生更大的腹腔压力。当我们戴上举重腰带并 hold 住气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罐还没有开的铝罐一样，我整个人踩在上面，它都可以支撑，不会爆。那如果我没有 hold 住气的举重啊，就像这样子，马上扁掉。那就像我们的身体少了腹内压支撑，就很容易受伤一样。在举重的时候佩戴健身腰带，可以让我们的腹内压增加40%，同时椎间盘的压力可以减少50%这么多。所以使用举重腰带对于防止背部受伤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那我自己这几年的健身经验啊，其实腰带帮了我很多忙。每当我加大重量，或是那阵子训练的状况不是很理想，我下背就容易感觉到酸痛。这时候我就会使用举重腰带来加强练习我正确的启动我的核心肌群用力，还有学习更好的控制我的腹内压。那举重腰带这么棒，为什么会有人说不要戴呢？那是因为很多人把腰带当作是一个支撑躯干的支撑器，或是把腰带当作是一个帮核心省力、让核心放松偷懒的辅助工具。那这样就失去了使用举重腰带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轻松的环节，我们要来挑适合自己的举重腰带咯。首先你上网一搜寻举重腰带，你就会发现有一条99的，也有一条9000的。那它们是差在哪呢？主要是差在材质，它主要分成2种，皮革跟尼龙材质。那皮革材质呢，通常比较厚、比较硬，支撑性比较好，也比较好清理。那光是皮革腰带就又有分成纯牛皮跟合成皮革，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厚度，价格上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一块很扎实、很厚、很宽的纯牛皮，那当然价格就贵啦。那如果是合成皮革，或者是表层使用真皮，中间夹层是用其他的材质，那价格就会相对的好入手很多。那我自己的想法是，毕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健力选手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打算，在重量的冲刺上也没有这么大的跳跃，叫我花8000多块买一条很贵的举重腰带，我还真的买不下去我宁愿选择一条厚度够、支撑力刚好、价格好入手的就好了。像我这条 Upper 就是合成皮革，所以在价格上相对平价许多。然后合成皮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好清理。那如果它内外层都是做合成皮革的话，我还不用担心训练完它吸汗之后会有发霉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是便宜很多的尼龙材质。尼龙材质的腰带其实在功能上不算是举重腰带，因为它的材质很薄很软，支撑性相对弱，所以对重量训练来说，它的支撑力会不够，很容易变成浪费钱。那厚度的选择呢，大致上分成0.4到0.8公分、1公分跟1.3公分。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我会建议直接选择1公分的腰带。这样的厚度啊，可以提供稳定的支撑，又不会太不舒服，所以1公分也是新手最好入手的厚度哦。我自己现在用的这条就是1公分的厚度，我觉得非常刚好，用了2-3年，我也没有想把它换掉的念头。另外0.4到0.8这个 range 比较常出现在适合 CrossFit
CrossFit 或者是健美的腰带。它的厚度做的比较薄，是为了降低在穿戴的时候的不适感。它适合强度比较低，但是动作重复性比较高的运动内容。然后比较薄的腰带当然就没有办法像1公分或1.3公分厚的腰带提供强而有力的腹内压，所以如果你是想选一条举重的时候用的腰带，这就不是那么适合了。再来最后是1.3公分，国际健力总会规定中最厚的厚度就是1.3公分，腰带越厚支撑力就越强，但是相对的穿戴起来就越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厚度适合对重量跟训练量都有非常详细规划的人来购买跟使用。那健身腰带的款式大概有3种，第一种是传统腰带，它长得跟我们一般的皮带一样，在腰带上面有孔洞，然后束紧的方式就是把皮带扣上面的针放进这个孔洞里面固定，然后会有1针跟这种2针的，当然2针的稳定性会比1针的好。传统式腰带的缺点是它在穿戴速度上没有像快扣式的这么迅速，那它的好处是它的价格比快扣式便宜很多，然后它调整腰围也比较方便。另一个是快扣腰带，它最方便的就是它扣紧跟放松的这个动作非常的迅速容易，但它不方便的地方是如果你需要重新设定腰围的话就会很麻烦，而且就因为那个快扣头，腰带的价格硬生生就比传统式的贵上2到3倍以上，所以我决定我不用那么快没关系。最后一种是魔鬼毡，通常出现在比较薄的尼龙材质的健身腰带设计。魔鬼毡的好处是它调整腰围的松紧度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自己是非常怕魔鬼毡设计的运动配件啦，因为只要一不小心被魔鬼毡沾到，那件裤子差不多就拜拜了，所以魔鬼毡设计的腰带我是不会买啦。那举重腰带应该要怎么穿戴呢？非常简单，我们戴上腰带之后扣上，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要让腹部有吸气膨胀的空间。那腰带的位置呢，则是可以依个人的习惯跟喜好调到偏上方下肋骨的位置，或者是偏下面一点点正常腰椎的位置都是可以的。最后如果你已经买好了举重腰带，该在什么时候使用呢？关于这点大家都有不一样的做法，有的人是指在大重量训练的时候使用腰带，在低重量高次数的时候不使用腰带。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把我的训练分成有穿腰带跟没有穿腰带。那在穿腰带训练的那一天，从暖身到正式训练都穿着腰带，除了不用一直穿脱很麻烦，我们有穿腰带跟没有穿腰带，身体出力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身体从一开始就练习跟习惯上腰带的出力方式，也可以避免在大重量的时候才使用腰带，身体会需要重新适应。然后网上常常有人会说，在做叉叉叉动作的时候，如果没有超过叉叉叉公斤就不用带腰带，但我觉得每个人的负重能力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不适合设定一个固定的重量数字，说没有超过多少公斤就不用带腰带。我觉得只要进入属于你自己的高强度区，就可以带上你的腰带进行训练。最后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虽然举重腰带是我们很好的护具跟训练工具，可以适时的帮助我们稳定身躯，提升运动表现，但是它的目的是在帮助我们训练我们的核心，让我们核心变成我们最强的支撑。所以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健身腰带，变成了没有健身腰带就不知道怎么健身的窘境啊。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对健身腰带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尽快回答。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